在这个红色通缉令上写的是，您是1967年2月2号出生的，您住在北京市大兴区，那么户籍所在地是大兴分局一个派出所这么一个地方，这些事实是这个第一，这是不是准确的信息？绝对是不准确的。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和这个护照的信息，应该问有办证机关去，和郭文贵有什么关系？郭文贵从来现在没有使用过这个身份，而且我要向您说的事情，郭文贵已经20几年、近30年没有使用中国任何身份，而且我现在持有是外国国籍，所以我很惊讶，外交部和大连市公安局所谓的通缉令当中，竟然对我个人信息不加以核实。后来昨天我也听到了，因为3年来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这个威胁我不去爆料啊，要回他们所谓的担心的视频，还有腐败官员的资料。那么同时他们也想搞红色通缉令，但是经过各种审核，我不具备被红色通缉令的所谓条件啊。现在就要问您的是您的个人身份，您说您持的是外国护照，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哪国的护照？我现在能说的我现在是美国居民，我持有中东国家的其中的这个3个国家的护照，我持有欧洲国家的多个国家护照，我大概有11本护照。而且我大概将近28年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护照，中国公民，这个我非常惊讶，他发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昨天我看到以后呢，我真的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他们要准备的所谓红色通缉呢，我们已经实际2、3年了，都有心理准备，一直希望他们发。而且红色这个通缉令的这个效力，我们都进行研究，我的律师团队，这个中国政府花了这个6000万美元1年。拿到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老百姓掌握他们腐败信息人到海外来爆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明镜第1期说的是，不要把他们理解为所谓的网控、信息控制，是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绝对不是，就是为了掩盖这些贪官污吏还有盗国贼们拿走了中国老百姓的钱，这些丑闻不被爆出。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完了之后东方还有问题。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警方有没有跟您联系？您说您跟美国警方报过案，您曾经跟纽约的这个检察官什么有这个案件。那么红色通缉令发出的，美国警方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在这个2015年1月10号之后发生这事情，我大概是1月12号、16号到达美国以后 ，FBI 和 CIA 都跟我接触过。那么现在当地的警方也都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就是我们现在门外的这些你看到的保卫人员很多都是美国的这个警察还有退役警察，还有的是他们的官方人员。当然我们一直有联系，其中就我们这个保卫团队里就有3个人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联系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个松散组织，它是中国这个政府拿来吓唬这些老百姓的。这对待我这人实在是非常的低级，很庸俗。任何有知识有常识人就问问什么叫国际刑警组织。我的保安团队，你看这3个人全都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给钱我就给你工作，他就是个招聘的国际保安，他不具备任何职责能力。为什么在这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搞出这样低级庸俗的动作？这个国家机器已经不为国家服务了，不为人民服务了，成了某些人掌控的一个恐怖工具。所以说，今天发这个对我来讲真是个很大的鼓励，最起码让很多人看清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如果没有这个腐败，他不会恐惧的，他不会害怕的。他们的恐惧害怕，就说明他们怕我说实话嘛。所以说，这个美国之音今天顶住各方压力，我对你们必须表示尊敬。谢谢龚小夏女士，谢谢东方先生，谢谢所有的 VOA 的后台的工作所有人员。压力是您顶的，我想请郭文先生，你刚才通过你刚才讲的，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我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是外国的居民，外国的公民，持有多国的护照，甚至还有外交护照，您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100%准确。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有关部门就是来起诉一个外国公民用红色通缉令。还不仅仅是这样，我那个身份证件我是被当时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公函给注销了的，他今天又拿出来要拿这个身份再来说。还更重要的事情，我未来我要讲讲这个护照，这个67年2月2号的护照的来历。这个来历就很有意思，因为当初是国家安全部派我出去，包括达赖喇嘛先生还有其他的国外的一些领导、一些国家联系一些这个敏感人士给我办理的。我想用他都不让我用。
后来给我注销了。这是为什么？他们这3年来一直想编控我，这个所谓通缉我，他拿不出合法的罪行，也没证据，然后也在政界上他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是一定会告他的。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会拿10亿美元。我来去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明白，他完全是犯法的，因为我不是这个身份，而且这个事实也不符合。像刚才郭文贵先生说了很多关于国际刑警组织和红色通缉令的问题，我现在再说明一句呢，美国之音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查证，因为我们正在这个采访的现场。但是呢，我们日后会去查证，我们会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会去看看那个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情况。